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24日星期四，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温哥华太阳报，温哥华 TransLink 将平均票价上涨 2.3%。TransLink 预计将在周四批准从加拿大国庆日开始，温哥华地区所有公共交通的平均票价上涨 2.3%。这意味着从7月1日开始，根据 TransLink 的票价修正案，单程票价将上涨 0.15加元，具体取决于区域，而一日通行证将上涨 0.25加元至11加元。单区月票将增加 2.3加元至 102.55加元，双区通行证将增加 3.1加元至 137.1加元，三区通行证将增加 4.15加元至 185.2加元。优惠通行证也将上调 1.3加元至 58.6加元。西海岸快运 West Coast Express 的特许两区和三区票价将例外，将分别上涨 3.4% 和 3.9%。交通管理局表示，由于 COVID-2020 年乘客客流量大幅下降，目前已恢复到大流行前乘客量的 50% 以上。由于经济形势，TransLink 取消了原计划的2020年 4.6% 的票价涨幅，并将2021年的票价涨幅降至 2.3%。TransLink 董事会表示，拟议的 2.3% 的平均票价增长低于计划的增长率，并且与该省的安全重启协议一致。CNBC 俄乌战争加速加密货币的使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加速各国央行采用数字货币。BlackRock 贝莱德这家价值10万亿美元资产的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Larry Fink 在周二给股东的报告中称，这是在俄乌战争1个月开始前很少讨论的问题。Fink 以美联储最近发表的白皮书为例，研究了潜在的美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利弊。战争开始后，美国针对其中央银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加密货币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俄罗斯卢布和乌克兰格里夫纳在去中心化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飙升至数月来的最高水平，而像 Tether 这样的稳定币可以作为避险资产或规避制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贝莱德的客户对数字货币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包括稳定币和底层技术，也被称为区块链。因此，该公司一直在研究新兴资产类别，以了解它们如何帮助我们为客户提供服务。Fink 没有具体说明该公司正在研究哪种特定数字货币。在过去的1年中，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分为几种不同的新兴资产类别，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其他加密货币、智能合约平台、分散式金融代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和 NFT。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此前曾对数字货币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对比特币及其波动性仍持谨慎态度。但他补充说，我相信数字化货币在未来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国家邮政报，COVID 正在消退，但特鲁多的债务还没完。COVID 大流行导致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和平时期债务增加，现在又开始重新回到这一黑暗的时刻。财政部长 Chrystia Freeland 正在规划预算，以实现最早在2026年将达到财政预算平衡。但新的新民主党和自由党协议有效地将所有这些计划排除在外。新民主党领袖 Jagmeet Singh 获得了一系列回报，以换取他的政党对自由党的支持。几乎所有这些要求都带有数十亿加元的标价。议会预算官员估计，一项经过经济情况调查的牙科护理计划在第1年至少要花费43亿加元。新民主党和自由党协议最直接的结果之一，将是让联邦政府继续扩大联邦财政赤字。商界领袖对3年没有选举的前景表示欢迎，但该协议可能会给已经不健康的结构性赤字增加数十亿加元。协议将于2025年到期，届时联邦偿债金额预计每年将高达400亿加元。
这不仅可能会走高，而且如果另一场类似 COVID 的冲击打击经济，加拿大正在迅速失去专家所说的财政空间。新民主党、自由党协议的正式名称“供应与信心协议”有效地剥夺了所有其他反对党的权利。随着总理特鲁多现在取得了有效的多数票并继续执政，他不必担心保守党和魁北克集团来投票支持他的法案。所以反对党都对此非常生气，但绿党是欢迎的，并认为此协议体现了合作精神。法新社：美国和盟国向俄罗斯展示肌肉。美国及其盟国周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加大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压力，并警告莫斯科，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其成本将继续上升。华盛顿公布了对俄罗斯立法者和国防承包商的新制裁，并概述了 G7推动其排除俄罗斯在国际组织之外并切断黄金储备的努力。美国总统拜登是峰会的核心人物，峰会聚集了30个北约成员国、G7 各国和欧盟的27国集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通过视频链接参加了会议。他恳求北约领导人不受限制地向他的部队发送武器。北约一再排除基辅要求实施禁飞区的要求，并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部队，因为担心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升级和扩大冲突。但该联盟强调基辅的自卫权及其继续向其提供武器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表示，盟国正在讨论向乌克兰发送反舰导弹。北约主席斯托尔滕贝格坚称，该联盟决心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并增加其成本，以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在入侵之后，北约已经向其东翼增派了数万名额外的部队，领导人在盟国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部署了4个新的战斗群。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从长远来看，该联盟还将通过增加更多的部队来对抗来自莫斯科的威胁。G7还旨在削弱俄罗斯提供资金的能力，包括明确表示任何涉及与俄罗斯的黄金交易将受到制裁。此外，白宫宣布，美国对俄罗斯下级立法会议厅、国家杜马的328名成员以及寡头和48家俄罗斯国防公司实施新一轮制裁。随着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惩罚力度，克里姆林宫正在四处寻找反击的方法。旨在削弱金融制裁的一项举措是要求不友好的国家只能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费用。另据路透社报道，欧洲约40%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主要以欧元和美元支付每天2亿至8亿欧元、8.8亿美元的账单。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以满足取暖及发电需求。欧盟成员国对于是否能够制裁俄罗斯能源行业存在立场分歧。卢布对美元汇率周三上扬，及欧洲天然气批发价格跳涨。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其他国家抨击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华盛顿频繁实施的金融制裁。对美国来说，随着卢布、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日益增加，若转变取得成功，可能会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对美国的借贷和融资成本将产生长期影响。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